最近一段时间，通过美国在全球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已经渐渐开始调整策略，准备进行战略收缩，从阿富汗撤军，稳定欧洲，平衡伊朗和俄罗斯，然后再拉拢盟友，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所以，当前的国际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已经越来越紧张，而中国面临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许多美国的盟友开始纷纷对中国出招，其中英国和印度表现得尤为积极。为了表示对美国的忠心，英国最近就对我国连出了3招。第一招就是他们宣布的要实施所谓的战舰外交，企图通过派出英国海军最大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南部海域活动，来给中国施加压力，以达到所谓的军事威慑。第二招就是英国为了响应美国的号召，想要联手遏制中国的5G建设，于是不惜花费130亿人民币来拆除华为设备，并改用诺基亚设备，以此来达到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的目的。第3招就是美国开始制造所谓的学生间谍，他们认为中国的留学生中可能存在刺探英国情报的间谍，并且英国智库还声称，在英国24所顶尖大学中，就有14所与中国军事企业和相关研究中心有密切来往，所以英国政府准备把在英留学的中国学生或专家学者当成间谍来加以审查，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英国的技术，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两国的文化交流。而对于一心想上美国战车的英国当局来讲，这些似乎都不重要。而在看到英国的卖力表演后，印度似乎也不甘示弱，在国内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还坚持要向美国示好，表示自己仍在奉行反华战略，并公布了所谓的新边境策略。印度军方叫嚣道，他们将通过巴基斯坦有效的军事威慑，来让中国对印度的军事实力感到害怕。这就是印度针对中国采取的可信性威慑战略。不得不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已经开始不择手段，而被他拉拢的小弟们也开始变得疯狂起来。如今各国呼吁不要激怒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但英国和印度似乎还要继续玩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要对其进行严厉打击，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不是被吓大的，一切挑衅中国的行为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挑衅动作并未有丝毫的减弱趋势，甚至在近期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就目前世界局势而言，美国将中国列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此，美国甚至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尽早认识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威胁，我们也许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显然，这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将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展现得淋漓尽致。毋庸置疑，未来中美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随着美国挑衅力度的加大，这种对抗很有可能会最终演变为一场战争。在紧张的背景下，美国的任何一次抵近挑衅都极为可能导致意外事故。此前每说到这里，外界都会提醒我军要小心，谨防意外事故引发中美战略危机。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谨慎并非毫无道理。有人说，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战略发展的关键期，此时的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发展而非对抗上。简而言之，现在卷入战争对于中国发展而言并不利，但是现在我国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有人认为，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一个必经之路是重建中国的战略威慑力，而过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建战略威慑力唯一且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战争。这一点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局面已经大不为同，和中国势均力敌的美国挑衅我们可以接受，毕竟美国有这个实力。但是近来一些二流国家也开始密集挑衅中国，他们虽然跟中国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但是姿态却十分强硬，似乎自信能够战胜中国一样。比如近来频繁挑衅甚至叫嚣同中国开战的澳大利亚，再比如中国一颗导弹就可以让其灭国的韩国，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情况，已经需要引起我国的高度注意。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战略威慑力的逐渐流失存在很大的关系。分析师指出，如果这一点迟迟没有得到证实，那么未来中国将会面对越来越多这种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挑衅，陷入各样的麻烦中。但是一旦证实，局面将大为不同。也就是说，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美国甚至别国的挑衅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机会，重建战略威慑力的机会。事情最开始是在5月23日，国际知名视频网站 YouTube 油管上有好事者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征兵广告放在了同一个视频中，让网友们自行比较，这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不少美国人兴致冲冲地打开视频想要观看，但很快就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视频制作者将俄罗斯的征兵广告放在第一位，主要内容是一个俄罗斯青年进入军队后的不懈的锻炼磨练，让自己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战士。视频场景中经常性穿插冷色调场景和冰天雪地的场景，以塑造一个硬汉角色。
而中国的征兵广告则是放在第二，内容是以一声道为主题，围绕战士对于责任和纪律进行展开，以对祖国的忠诚为整体路线。视频中同时穿插我军陆海空火箭军等战斗演习视频，营造保家卫国的概念。然而到了美军的征兵宣传视频，整个画风都不太一样了，以美式动漫为整体画面，讲述了美军部队士兵组成十分政治正确的故事，以一个女兵的自述开始，讲述自己有2个妈妈。事实上，如果放在别的视频里面，可能不会太多争论。然而因为是美军的征兵视频，但全文没有提到军队概念，却从头到尾都在暗示美军支持并鼓励同性恋这种政治正确的观点，引起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网友的愤怒，对于这种诡异的征兵广告十分不满。有美国网友直言不讳地表述，看到这种征兵广告就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完蛋了。也有美国网友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话进行总结，每一场战争在开打前胜负就已经决定了。更有网友讽刺，中国的征兵广告让我想加入中国军队，俄罗斯的征兵广告也让我想加入俄罗斯军队，唯独美国的征兵广告让我想尽快前往中国和俄罗斯。也有围观的吃瓜群众嘲讽，为什么美军女兵的2个妈妈都是白人，太种族主义了。实际上，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美国两派为了争夺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已经把政治正确上升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台阶。为了赢得美国国内一些 LGBT 人群的支持，强调在一些完全不沾边的领域也要强调多性别。以纽约来说，目前已经折腾出了人类可以拥有的24种性别，天晓得未来美国建厕所要建成个什么样子。很搞笑的是，美国媒体福克斯就拿着这件事情还多番找五角大楼理论，认为军队就安心操心军队的事情，别掺和什么 LGBT 的政治正确。结果五角大楼还亲自发文点名批评福克斯，这是蔑视美军性别多样化。从这些片段我们不难看出，若非仗着科技的完全碾压，美军未来想要在中东欺负游击队恐怕都已经十分困难了，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内耗上。当地时间5月24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开美俄两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统计数据。在数据中明确指出，截止2021年3月1日，俄罗斯军队中已经部署的核弹头，包括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的、战略轰炸机上的，随时可以用于投送的核弹头数量为1456枚，而美军的数量则为1357枚。核武库总数还无法有效确认，不过外界普遍猜测，俄罗斯的总核弹头数量在6000枚以上，而美国则在5000枚左右。按照莫斯科的统计，俄军可用于发射洲际导弹的导弹发射井为767个，而美军则为800个。相关发射载具，比如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等，共计517个，而美军则为651枚。总的来看，就核弹头数量上，俄罗斯领先一筹，但是就发射手段来说，则美军更具有优势。有观察人士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复苏，但是很快就遭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和限制。整体经济来说，甚至比不上我国广东省一个省的经济总量，因此在核弹头的投递手段数量上落后于美军并没有太大意外。然而凭借着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遗产，加上普京近些年来的治国手段，美俄双方的差距也没有拉开到一个无法对比的差距。而且俄军的导弹发射井也同样不少，加上庞大的核武库，足够让俄罗斯从东欧一路用核弹离地倾到美国本土。因此可以说，庞大的核武库加上足够多的投递手段，这些才是俄罗斯敢于叫板美国的最大底牌，也是普京敢于向西方放狠话的底气。在5月21日，普京就在对外讲话中很明确地威胁西方，谁要是敢分裂俄罗斯，就要彻底打掉他们的牙齿。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美国尽管很明确地看到了俄罗斯的虚弱，却依旧不敢自己亲自下场和俄罗斯动手，只敢在俄罗斯周边国家制造危机，进而扶持傀儡，让这些积极追随美国的傀儡国家去对付干扰俄罗斯。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5月份，我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前国际局势下，中国就要尽快将核弹头扩增到1000枚。而如今从普京敢叫板美国的底气来看，胡主编这话确实是没说错。